慕容命天有些无言。虽然紫菱是天赐神体，但是因为天丹的束缚，实际上紫菱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天赐神体的能力，甚至连许多资质好的人都不如，所以他从未见过真正的天赐神体。但苔雪被称为妖女，不是没有原因的。她不突破也就罢了，既然突破，就绝对不会只是一重这么简单，因为她不只是一位真正的天赐神体，还是一位妖女。江七杀很是凝重地说道。而看着江七杀那凝重的目光，慕容命天也是忍不住倒咽一口唾沫。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江七杀如此正视一个人。那淡苔雪明日若是来了，你先对付他，帮我摸摸他的底。不过先不要服用这些符丹，等到淡苔雪受伤的时候再服用，与我一同灭掉他。江七杀又道：受伤？你能够确保他一定受伤？听得此话，慕容命天不由神色一变。我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我承认淡苔雪那妖女很强，尤其是她这次突破之后，也许我对付她也有难度，但是我敢保证，她此次若来，必死无疑。说完这句话，江七杀得意一笑，便大步地走了出去。老祖，这符丹会不会有问题？在江七杀走后，沉默许久的慕容聂空上前问道。不会，江七杀若想害我，早就出手了，不需这般大费周折。慕容命天摇了摇头。可是老祖，这符丹若真如江七杀所说，那也未免太贵重了一些。这样的东西放在我东方海域，简直就是无价之宝。他竟舍得将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您？慕容聂空问道。换做平常，当然舍不得，但是换到现在，就没什么舍不得的了。谁让他需要我这颗棋子呢？让我帮他试试那妖女的实力。真亏他想得出来，若是那妖女实力逆天道，他都不敌，那我岂不是必死无疑？慕容命天的嘴角掀起一抹冷笑，眼中也是涌现出一抹怒意。这江七杀真是该死，他从头到尾完完全全就是利用我们。老祖，这样下去，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慕容聂空也是颇为愤怒。差不多了，明日我就会让这江七杀知道，我慕容命天不是这么好惹的。突然，慕容命天的眼中闪过一抹蓄谋已久的诡异。老祖，莫非您成功了？听得此话，慕容聂空则是大喜。慕容命天点了点头。可是老祖，既然您成功了，为何不直接将江七杀他们抹杀，反而非要等到明日呢？您要知道，江七杀迎娶紫菱雪儿，他有多痛苦，而抛开雪儿不说，这对我诛仙群岛也是莫大的侮辱啊。慕容聂空说道。这你就不懂了。那个淡苔雪，表面来看是江七杀的大敌，但实际上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大敌？此妖女若是真的能够因为紫菱他们明日便来对付我们，那么她对付完江七杀后，也肯定会对付我们。与其直接铲除江七杀，留下淡苔雪这个后患，还不如先利用江七杀铲除淡苔雪，待得淡苔雪被铲除后，我再铲除江七杀，那也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至于屈辱，呵待的明日，我当着东方海域各方势力的面将江七杀除掉，到底是谁侮辱了谁呢？慕容命天得意地笑道。老祖真是高见。而听得此话，慕容聂空脸上的喜悦之色更是浓郁到了极点。这看似简单的婚礼，实则杀机四伏，但是该来的终归要来。当太阳自东方海面浮出，晨光刚刚浮现之际，缥缈仙峰便已是热闹非凡。因为今日便是大婚之日，婚礼设宴需要极为辽阔的场地，缥缈仙峰之内自然不行，所以诛仙群岛将婚宴场地设置在了缥缈仙峰之外。这是一座极为辽阔的浮空结界，没有别的作用，却可以摆设酒宴，容纳上亿人。此刻婚宴已经开始，不仅是各方来客能够入席，就连诛仙群岛的人也同样可以入席。除了少部分人还在尽职看守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加入到了婚宴的豪华阵容之中。而这座婚宴场地也很特殊，并非如同平地一般，而是如同阶梯一样，中心最高，边缘最低。这样一来，所有人便都可以看到婚宴举办的全过程。而凡是能够坐在那最高台阶的人，自然也是东方海域最有身份和实力的人。例如慕容命天、慕容聂空，还有三大妖族的族长，只有他们才配在第一台阶坐着。除了这些人外，哪怕是第一仙这等人物，也只能到第二台阶去坐着，那便是慕容命天，诛仙群岛的老祖，幕后操作诛仙群岛，让诛仙群岛从无到有，成为东方海域霸主的真正掌控者。此刻最为引人瞩目的，自然便是慕容命天。要知道，在缥缈仙峰大战之前，东方海域基本上都没有人知晓慕容命天的存在，但是如今慕容命天却是东方海域最为引人瞩目的人物。所有人都已知道，诛仙群岛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全都是拜这位所赐。此人乃是一代枭雄。而对于众人的议论和那种刮目相看甚至崇拜的目光，慕容命天也很是享受，所以他的心情很是不错，面带笑意地站起身来，代表诛仙群岛说了一大堆客气的话。虽然是客气话，但也每落一句都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没有人不敢不给这位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面子。下面请我们今天的主角出场。一番致辞之后，慕容命天将目光投向了缥缈仙峰的方向，而这一刻，缥缈仙峰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一群穿着极为喜庆的队伍，抬着一座精致的红色座轿，踏空而行，缓缓而来。那为首之人身披红褂，跨骑飞马，正是江七杀。至于那轿子之内之人，不用猜想，众人也是皆知，那定然便是紫菱。这一刻，所有人都是不由屏住呼吸，目光分别凝聚在了江七杀以及那座轿之上。这场精心准备的婚礼终于开始了。江七杀，他便是那位来自五之圣土的天才江七杀吗？太强了，如此年纪竟然已是四品武王，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和他比，莫说慕容寻，哪怕是楚风也根本不入流啊！
见到江七杀之后，宴席之中欢呼不断，各种议论响彻不停，所有人都被江七杀那强大的实力所吸引。如此年轻的武王，他们几乎没有见过，又何况是4品武王。这一刻，人们就如同是井底之蛙，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从江七杀的身上看到了新的世界，惊奇不已。这一刻，在场的许多年轻女子已是把持不住自己的内心，很多人被江七杀迷得神魂颠倒，甚至想入非非，希望那坐在轿中的是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嫁给江七杀这样的男子。甚至江七杀无意之间扫过一眼，他们都会心跳加快，以为江七杀是在看他们。莫说女子，就连许多男子看向江七杀的目光之中都充满了崇拜之色。他们自然不是被江七杀的容貌所迷倒，而是江七杀的实力。实力在这片土地，实力便是一切，其他的全是空谈，唯有实力才是征服世人的最好标准。对于东方海域男女老少的这种欢呼和崇拜，江七杀也是始终面带笑意，只不过这并非是善意的，而是鄙夷的。江七杀这是一种讥讽的笑意，因为在江七杀的眼中，东方海域的人不过就是一群乡巴佬，是一群修武资质极差却还要修武的废物。所以当江七杀来到第一台阶之后，也并未对到场之人说过任何客气话，而是直接高傲的语气、响亮的声音问道：“你们知道楚风吗？”“知道。”众人齐声响应。“那你们知道子陵吗？”江七杀再度问道。“知道。”众人再度齐声响应。“那你们可知楚风与子陵相爱，乃是一对感情至深的恋人？”江七杀突然笑道：“什么？这？”而听得此话，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关于楚风与子陵之间的事，其实早有传闻，尤其是诛仙群岛所发的请柬之上，也曾说明过楚风与子陵的关系乃是恋人。所以对于此事，人们心中多少都有数。但是如今子陵可是江七杀准备迎娶的人啊，他们真是想不通江七杀为何要说起这件事。对于众人那迷茫的表情和疑惑的神态，江七杀则是淡淡一笑，后道：“此乃事实，你们若是不信，我倒是可以叫子陵出来和你们讲述一下。至于我为何提起此事，那是因为我想告诉你们，不管子陵和那楚风是何关系，我今日想要娶子陵，谁都拦不住。我这就是横刀夺爱，而且是强行迎娶，但是谁又能奈我何呢？”江七杀哈哈大笑，笑得异常疯狂。这一刻，众人沉默，当真是不知所措。其实，在请柬上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一切，人们也心照不宣，知道这门亲事子陵未必同意，乃是强行迎娶。但是婚礼本是大喜的日子，为了吉利，都会避开不好的话题，哪有身为新郎像江七杀这样当众宣布自己恶行的呢？就算他所说是事实，可是在这种环境下被他们这么一说，人们还是感觉不太舒服，因为他这样宣布，不仅仅在他自己身上标榜了恶人之名，这些大老远前来道贺之人也都成了帮凶。可是江七杀显然不在乎众人的感受，也不想如此作罢，于是一阵大笑后再度说道：“你们知道我为何要娶子陵吗？她的美貌，我承认子陵很美，说她是我江七杀见过最美的女子也不为过。但是天下之大，美女多的是，我江七杀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女子的美貌而娶她。我娶子陵，那是因为她的天赐神力。子陵体内有恶天丹，那恶天丹封锁了她的天赐神力，但是在其20岁的时候，只要她与男子交欢，她的天赐神力就会被那男子所得。而我为的就是子陵的天赐神力。如果你们要问我将子陵的天赐神力剥夺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妨告诉你们，他将会变成一个无法修炼的废人。如果你们问我夺取他的力量后，我会如何对他？我会告诉你们，这样的美人，我是舍不得伤害的。但是一个无法修武的人，哪怕再美，又有何用？最终也只不过是发泄欲望的工具而已。哈哈哈！说完这番话，江七杀再度疯狂地大笑起来。而此时此刻，在场之人皆是满脸黑线，极度无言。先前的喜庆气氛，彻彻底底的被江七杀的这番话语给搞没了。好说歹说，子陵也是东方海域公认的美人，江七杀居然将子陵比喻成欲望的发泄工具，这着实让在场之人感觉有些难以隐忍。老祖，这江七杀是疯了不成？怎么在这样的日子说这种话？他这不仅仅是在给自己抹黑，还在给我们的脸上抹黑。毕竟这场婚礼是我们帮他举办的。这一刻，慕容聂空忍不住向慕容命天传音道：“此人本来就是疯子，但绝对不是傻子，随便他怎么做，只管看戏便是。我倒是想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相比于慕容聂空，慕容命天倒是淡定的多。怎么没人说话？难道就没有人觉得我是一个丧尽天良、穷凶极恶的人渣吗？突然，江七杀开口问道：“你他娘的就是一个人渣！你不配娶子陵，你不配活在世上，给我滚出东方海域！”然而，江七杀此话一出，一位老者突然站起身来，指着江七杀便破口大骂起来。见状，江七杀神情微变，猛然一掌轰出，只听砰的一声，那位老者便被轰成了粉碎，化成了一片血水。还有谁？在将那老者一掌击毙之后，江七杀眼冒寒光，再度将目光扫向众人。这一刻，众人皆是低头不语。在见识到江七杀的凶狠手段后，哪里还有人敢说他半个不字？见没人敢再指责自己，江七杀则是得意一笑，满意的点了点头。但随后他又高声问道：“那你们说我是好人吗？”然而他此话一出，却如同先前一样，上议会集成的人海寂静一片，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话，全部选择了沉默。你们给我说，我江七杀是不是好人？见没人回答，江七杀将手指向远处的一伙人，从他们的衣着来看，那些人应该是一起的，是一个小型的宗门势力。被江七杀这样质问，其中一位似是领头的人站起身来，但是此刻的他瑟瑟发抖，被吓坏了，根本就说不出话来，并且他也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屁，难道你觉得我不是好人吗？然而对于那人的表现，江七杀显然很不满意，
愤怒的同时，更是气急败坏的再度出手。此掌落下，顿时一道光团闪烁，瞬息吞没了那座宗门的所有人。然而，当那光团消失之后，人们惊愕地发现，那座宗门之人皆已消失不见，留下的只有满地的血水。这一刻，在场的很多人都慌了，很多人都被江七杀的举动吓坏了。这哪里是来参加婚礼，这简直就是来被屠杀的呀！这江七杀实在太狠了，这真是准备在自己的婚礼上大开杀戒，斩杀这些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不成？你说我是不是好人？在一掌轰杀了那座势力的人后，江七杀再度指向了另一个宗门。您是好人，江七杀大人是个好人，吸取了上个势力的教训，这次被质问之人不敢犹豫。哈哈，不错，我喜欢你的虚伪。而听得此人回答后，江七杀则是开心的大笑。但是大笑过后，他又将目光环顾众人，竟再度问道：不过，我想听你们所有人说，我江七杀到底是不是好人？说话之际，江七杀的眼中涌现出浓郁的杀意，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江七杀大人是好人，江七杀大人是真正的好人。在这样的威胁之下，众人不敢再沉默。起初是少部分人开口回答，并且声音并不响亮，到的最后，众人一同回答，并且声音振聋欲耳，胜似雷鸣，就仿佛那是上亿人的心声一般。哈哈，没错，我江七杀恶事做尽，但我江七杀却是一个好人，因为没有人敢说我不是好人。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好人，也不存在真正的坏人。何为善，何为恶，全都是他娘的扯淡，全都是他娘的放屁。这个世界只有谁的拳头硬，谁说的话才对，胜王败寇才是唯一的真理。今日我岂敢强行娶子琳，那是因为我的实力强。他楚风若是有本事，我又怎能让子琳成为我的新娘？说到底，是他楚风废物，废物到连自己的心爱之人都保不住。说到底，是我的拳头比他硬，硬到他楚风不敢作声，卑微的忍下这份屈辱。只要势力强，那我就是王，不管是该要的还是不该要的，只要是我想要的，我便都能得到，因为没人具备阻挡我的实力。江七杀高声呼喊，语气十分嚣张。但是就是他这样一番话，不但没有引起众怒，反而使得众人的怒意大减，甚至开始有人觉得江七杀所言极是，非常在理。胜王败寇，强者为尊，这不就是这个天下间唯一的真理吗？他江七杀实力强大，就算恶事做尽，那又如何？有谁敢对他怎样？就如江七杀所说，若是那楚风实力够强，他又怎能强行迎娶楚风的心上人？这江七杀虽然手段凶残，但是所说也是在理。我听说当日楚风与缥缈仙姑还有秋水伏烟皆是安然离开了缥缈仙峰，楚风并没有死。而如今诛仙群岛又广发请柬，楚风自然是知道江七杀与紫菱婚事的。这若是换做其他人敢迎娶紫菱，以楚风的性格，肯定非活剐了那个人不可。但是换做江七杀，他楚风也是没了脾气吧？莫说前来阻止，简直连露面的胆量都没有。没错，以前还觉得那楚风是个人物，敢作敢为，天不怕地不怕，是一个英雄。今日再看，也不过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狗熊罢了。当初楚风在花谷子家抢走紫菱，那是何等威风！如今自己的爱人要嫁给别人，他却音信全无，装作不知道。看来这个绝世奇才也不过如此，并非是他楚风太厉害，只是之前他的对手不够强势罢了。如今他的对手换成了这来自五之圣土的江七杀，楚风也顿时胆识全无，成了闻风丧胆的胆小鬼。事实上，许多人不但赞成江七杀的话，更是出言侮辱楚风，觉得江七杀所作所为理所应当，倒是楚风成了一个废物。哈哈，各位，江七杀小友所言极是，天下间何谓邪，何谓正？只有拳头硬的人才有权评判，只有实力强的人才说了算。就在这时，慕容命天也是站起身来，高声说道：那楚风当初不仅杀我诛仙群岛的人，还抢我诛仙群岛的王兵，好事嚣张，好事威风，世人更是称他为我东方海域从未出现过的绝世奇才。可他真的那么天下无敌吗？若真是那般厉害，为何在当日我等攻打这缥缈仙峰之时落荒而逃？又为何在自己的爱人将要嫁给他人之际，连面都不敢露？说到底，他也不过是个仗势欺人、欺软怕硬的主罢了。如今没有了缥缈仙姑的庇护，他还算个什么东西？借此机会，慕容命天也是大肆侮辱楚风，可见在他心中对楚风的怨念也是极深。慕容前辈所言极是，那楚风不过是个贪生怕死、欺软怕硬的废物。没错，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他还算什么男人？而在慕容命天都开口后，许多人更是高声附和，当众羞辱齐楚风。慕容命天，难道你就能担保那楚风真的不敢来吗？可就在这时，却有一人站身起来高声发问。而这位此话一出，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因为这位不仅直呼慕容命天姓名，更是身披长袍，不露真容。这样的装扮与举动，顿时是让那些侮辱楚风之人感到莫名的不安。放肆！我家老祖之名，也是你能直呼的？见状，诛仙群岛众人皆是大怒，指着那位便要动手，因为此人的所作所为，无疑就是来捣乱的。住手！然而就在这时，那慕容命天却是开口喝止，并且他将那微眯的目光看向那长袍人，冷笑道：当日我诛仙群岛和三族大军兵临这缥缈仙峰之际，那楚风连参战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若不是缥缈仙姑牺牲自我，
带着楚风与秋水伏烟逃走。楚风他们早已毙命，你觉得他楚风还敢来吗？这可未必。那人淡淡一笑，说道：众所周知，楚风乃是残夜魔宗之人，而残夜魔宗又向来义字当先。我听闻前些时日，残夜魔宗大军就已在秘密集结，没人能够保证残夜魔宗集结大军不是为了楚风报仇才集结大军。况且缥缈仙姑只是受伤，又未死去，难道你就知道缥缈仙姑不会在养好伤势后与残夜魔宗联手杀回来吗？那人说话之间，又将手指向在场的众人，严厉地呵斥道：还有你们这群势利小人，那将七杀强抢夺楚风爱人，你们不说；他滥杀无辜，你们不说，反而侮辱其楚风，你们就不怕楚风带着残夜魔宗的大军杀来之际，顺便割了你们的贱嘴，取了你们的狗命吗？此人此话一出，那先前侮辱楚风之人皆是面容大变，一股难以形容的寒意由心而生。试问他们就不怕楚风吗？不怕残夜魔宗？不怕缥缈仙姑吗？怕，当然怕。尤其是当此人说出这番话后，他们更是害怕，因为胆敢在这种场合直呼慕容命天姓名，并且说出这番话，就已经证明此人来者不善，多半是楚风的同伙。哈哈，残夜魔宗也好，楚风也罢，哪个敢来，我就要他如你一样魂飞魄散，灰飞烟灭。这一刻，慕容命天则是哈哈大笑，但是在其大笑之间，袖袍却是猛然挥动，紧随其后，一股磅礴的武力散发而出。只听得一声巨响，那身披长袍之人便被轰成了粉碎。见到这一幕，在场之人不由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慕容命天此举无疑是在告诉众人，有他慕容命天在，就算楚风他们真的赶来，也不过是自寻死路，没人能够在此处捣乱，魂飞魄散，灰飞烟灭。你确定吗？然而就在这时，那道声音却再度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急速飞掠而来。当那道身影靠近之后，在场之人皆是为之大惊，因为这一次那人没有披着长袍，所以他的面容清晰地展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但是此人的面容却很是模糊，最主要是他的整个身体都是半透明状，并且闪闪发光，这根本不是正常的人类形态，更像是一道神石。神石？这竟是一道神石？不对，就算是神石也会破灭。刚刚慕容前辈明明将他斩杀，他怎么还会再度出现？此刻很多人都开始变得惊慌起来，感觉此人是如此的诡异。不管你是何人，在玩弄的什么手段，但我送你一句，你出现一次，我便灭你一次，来多少次都是没用。慕容命天冷然一笑，再度出手，如同先前一样，他那七品武王的实力一经出手，那人根本无力反击，砰的一声便被轰成了粉碎。然而就在那人刚被轰碎之际，远处的虚空竟然剧烈的颤动起来，并且乌压压的一大片光体正遮天蔽日的飞掠而来。而当那光体靠近之后，本就惊惶不安的众人更是吓得脸色发白，甚至有些人已然瑟瑟发抖，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那一大片光体竟然是人影组建而成，并且数量之多，足有千万。最主要的是，这些人影如同先前的那道人影一模一样，虽然形态似神识，但是气息却那般真实。不仅五军强者数不胜数，就连武王境的强者也有数位。慕容命天，你不是说我来一次你灭一次吗？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灭我们。突然，一道冷笑自人群之中传来，与此同时，一层又一层恐怖的武技自那人群之中爆射而出，这千万大军毫不留情地对着在场之人出手了。该死，竟然这么多，并且其中还有五品武王的高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刻，莫说是旁人，就连慕容聂空以及三大妖族的族长都不淡定了，装神弄鬼，我倒是要看看你们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一刻，慕容命天纵身而起，夹带着七品武王的强大威势，跃入了那浩瀚的人群之中。慕容命天太强了，七品武王简直所向无敌，一拳一脚都可以轰杀数人，根本不是对方的数量多就能与他抗衡的。杀！而在慕容命天出手之后，诛仙群岛的众人还有三大妖族的人马也是分别在慕容聂空以及三位妖王的领导下加入战场。大战瞬息开始，尽管那千万大军实力强大，可是有慕容命天这位七品武王坐镇，他们根本无法靠近婚宴场地。不过是眨眼之间，那千万大军便被横扫，被屠杀得干干净净。然而慕容命天等人还来不及享受战胜的欣喜，脸色便再度变得凝重，因为自缥缈先锋的另一个方向又有一大片人影出现，无论是人数还是实力，与先前被他们屠杀的都是一模一样。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来多少。慕容命天显然怒了，他身形一纵，便再度掠向了那浩瀚人海之中，而诛仙群岛以及三大妖族的人马也是紧随其后，再度加入战斗之中。这一次与先前一样，因为实力差距太大，所以哪怕对方人数再多，但战斗结束的也是极快。可是只要杀掉一波，很快的另一波便会再度出现，并且每次出现的方向都不一样，起初还是在同一个方向一起出现，到的后来竟然自四面八方分散而来。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哪怕诛仙群岛能够应付，可也不由得心慌起来，因为他们再强，可体力终究有限，若是对方无穷无尽，那么他们早晚会有支撑不住之时。然而没人注意到，在诛仙群岛以及三大妖族人马皆在抵挡那不明来历的千万大军之时，身为诛仙群岛主力的第一仙却是悄然地离开了婚宴场地。此刻的他已是来到了缥缈仙峰内一座极为重要的山峰之上，这座山峰便是玄宫石碑的所在地，并且眼下不只是他在此处，楚风也成功的被他带了上来。楚风，你去吧，我帮你看守在此处，除非是岛主或是老祖过来，否则谁都别想打扰你。用结界钥匙打开结界后，
第一仙很是凝重地对楚风说道：“第一仙前辈，你不是说过不对诛仙群岛的人动手吗？怎么改变心意了？”楚风看了一眼那昏死在第一仙旁边的2人，那2个人都是诛仙群岛的长老，是负责看守此处的人。不过就在刚刚，却全部被第一仙打昏了。因为我看不惯那江七杀那嚣张跋扈、任意妄为的模样，我还期待着你小子快点练成这仙转玄功，替我好好教训一下那个混账东西呢。第一仙淡淡的笑道：“前辈放心，待我修成之时，定然要让那江七杀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楚风说完这句话后，便直接跨越结界大门，向山峰之上的玄宫石碑行去。他虽然一直在缥缈仙峰之内，但是先前江七杀所说之话，楚风却一字不漏的全部听到了耳中。那江七杀侮辱他也就算了，竟然敢那么说紫菱！楚风的身体内早就杀意翻涌，怒火奔腾，就冲江七杀先前所说的那些话，他便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江七杀。对于缥缈仙峰之内楚风来到玄宫石碑的事情，根本没人知晓，因为缥缈仙峰外那来历不明的大军真的是无穷无尽，根本就杀之不完。甚至随着时间流逝，经过数不清的大战，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人马已是有些战力疲惫，一个疏忽之间便会被那千万大军钻了空子。事到如今，已是有不少人被打伤，更有甚者直接毙命身亡，连全尸都没有留下。虽然每次交战那千万大军都会完败，诛仙群岛这方损伤的人数非常之少，可以说完全不成正比，但是诛仙群岛这方人马却是人数有限，哪怕每次交战损伤的人再少，但也难免会积少成多。数场大战下来，死亡的人数也有1000余人，受伤的人数更是数万人。该死，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杀之不尽？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众人，一个个皆是慌了，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莫说是他们这些小人物，恐怕武王级的强者早晚也会支持不住。正所谓滴水尚可穿石，又何况是这无穷无尽集结了5军武王的千万大军，这样一直纠缠下去，恐怕他们再强也是难以支撑。太可怕了，那些东西简直就是不死之身。这样下去，诛仙群岛和3大妖族的大军恐怕不敌。那人先前说了那番话，我看他多半与楚风是一伙的。等下若是诛仙群岛的大军不敌，那我们这些刚刚说了楚风坏话的人，岂不是也要跟着遭殃？而连诛仙群岛的人都感觉到了危机，又何况是那些前来围观并且先前还犯贱说了楚风不少坏话的人，他们当真是恐慌到了极点。凡是说过楚风坏话者，一个个皆是浑身发抖，更有甚者甚至命根子一颤，随后裤裆湿了一片。慕容命天，你可真是老糊涂了，此乃阵法所化，你这样与他们纠缠，根本就是没完没了。就在这时，沉默许久的江七杀突然开口了：“阵法所化，什么样的阵法能够幻化出这么真实的生命体？难道说是那个妖女来了不成？”听得江七杀这样一说，慕容命天才反应过来，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怀疑过，这些无穷无尽的生命体可能是阵法所化，但是他在东方海域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法。倒是江七杀曾使用过类似的手段，所以他觉得这若是这些人真是阵法所化，便一定不是东方海域之人所为，而是来自5支圣土的手段。这个倒是不好说，但是不管是谁，直接寻其根源，然后除掉即可。江七杀微微一笑，随后掌心摊开，一道特殊的符纸便浮现而出，随后对着那千万大军便丢了出去。散开，见到那飞来的符纸，千万大军之中有人意识到事情不妙，赶忙开口警告，想要避开，但还是晚了。那符纸速度太快，直接从数人身体穿透而过，并且在穿透众人之后，那符纸竟然变化，化作了一只满身浮肿、长达数米的怪鱼。怪鱼出现，便身子一翻，直接掠入海中，以光一般的速度消失了。而当那怪鱼潜入海中后，那千万大军也很快再度被慕容命天等人消灭。而最为奇怪的是，这一次那千万大军被消灭后，竟然许久没有再现。这一刻，慕容命天目光闪烁，不由得转过头去，看向了江七杀。见状，所有人也都将目光投向了江七杀，因为他们知道那千万大军不会无缘无故的便消失，定然是江七杀做了什么。此刻的江七杀踏空而立，双眼紧闭，那放于胸前的双手正在不断变化，他的速度太快，没人能够看清他凝聚的怎样的手诀，但一层又一层肉眼可见的波动，却正风卷残云一般，自其体内连绵溢出。突然，远处海域传来一声巨响，而这一刻，江七杀那紧闭的双眼也是缓缓睁开，讽刺的笑道：“一群虾兵蟹将也想与我抗衡？找到了，究竟是何人所为？”见状，慕容命天赶忙追问道：“阵法已破，他们若是再赶来，那就必须用本体了。不过就他们那点实力量，他们也不敢用本体过来。”江七杀鄙夷的道：“在哪？他们在哪？”慕容命天愤怒的问道。被纠缠了这么久，他早就愤怒无比，想要将那些人碎尸万段，赶尽杀绝。别急，虾兵蟹将而已，什么时候都可以收拾，眼下还是留下精力对付大敌吧。江七杀淡淡的笑道：“大敌？”而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一愣，未能反应过来。倒是那江七杀颇为从容的说道：“但台雪既然来了，何不现身？”江七杀，你可真是好样的，竟然连夺人所爱这种猪狗不如的事都干得出来，好是威风啊！江七杀话音刚落，不远处的一块虚空便是开始蠕动。与此同时，一道身穿白色长裙、头戴遮面斗笠的倩影也是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内。而此女不是别人，正是淡台雪。这是谁？如此年纪，竟然有着3品武王的修为？莫说她也是来自5支圣土吗？看到淡台雪后，在场的很多人皆是神情一变，
虽然看不到淡台雪的面容，但是他们却能够看出淡台雪是一个妙龄少女，一位妙龄少女，有着三品武王的修为，这当真是超乎想象。至少在东方海域，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众人一致认为，淡台雪肯定也是来自五之圣土，东方海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物。三品武王不错嘛，但是似乎还是匆忙了一点，不然凭借你当年所服用的东西，踏入四品武王应该没有问题吧？该不会你是急着想替那楚风救出紫菱，所以乱了心绪，这才导致只突破到三品武王吧？江七杀笑着说道。三品武王对付你已是足矣。淡台雪声音冰冷，但却充满了藐视的意味。淡台雪，你狂个屁！是不是忘记当初是怎么来到这五之圣土的了？忘记了没关系，本少爷可以提醒你，五之圣土大名鼎鼎的小妖女，乃是被我们兄弟4人追杀的走投无路，闯入禁地，这才意外来到此地。就在这时，江七杀的师弟赵月天高声说道：“4个大男人追杀我一个小女子也就算了，可4位武王追杀我一位9品武君，居然也追杀不到。你如今大肆宣扬此事，是想告诉所有人，你咒土门的4位天才弟子都是无能的废材吗？”淡台雪冷冷的笑道。被淡台雪这样一说，赵月天被噎得不轻，因为的确如淡台雪所说，他们4个追杀淡台雪一路，但却未能成功。其实说出去，还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突然，淡台雪掌心一翻，一个奇特的盒子便出现在了掌心。淡台雪微微摇晃，那其中竟然传来狂百年的声音：“师兄，救我！师兄，快救我！可恶，妖女，快放了我师弟！”听到狂百年的声音，赵月天顿时变得激动起来。想让我放了狂百年可以，把我想要的人全都放掉，否则免谈。淡台雪说道。和我谈条件，你现在可还不具备这个资格。江七杀淡淡一笑，随后将目光投向了慕容命天。大胆妖女，3品武王也敢在此放肆，真当老夫是吃干饭的不成？慕容命天暴喝一声，那7品武王的气息便狂涌而出。与此同时，他抬手一掌，便对淡台雪发动了攻击。他这一掌虽然并非武技，但是掌力却异常惊人，那王级武力滚滚翻腾，用肉眼便能清晰看见。此刻正如同凶猛野兽一般，夹带着毁灭性的威能，向淡台雪轰击而去。然而，就慕容命天的攻击将要轰至之际，淡台雪双眸微微一闪，这方天地便顿时天昏地暗，层层乌云密布上空，一股寒意从西而降之际，无数道冰冷彻骨的雪花便从天而降，化作了暴雪狂风。那雪花看似美丽，皆是蕴藏着极为恐怖的气息，并且可以跟随淡台雪的目光进行移动，飞掠之间，不但将慕容命天的攻势瓦解，更是向慕容命天攻略而去。眼见狂风暴雪来袭，慕容命天也不敢有所怠慢，抬手又是一掌，阵阵嘶吼响彻之间，无数头武力所化的巨兽便浮现而出，踏空奔腾，凶猛而去。然而，哪怕是这般凶猛的9段武技，却也根本无法抵挡淡台雪的攻击。刚刚与那狂风暴雪交织，便被粉碎开来，根本无妨抗衡。竟然这么强！这一刻，莫说旁人，就连慕容命天也是神情大变，大吃一惊。尽管早知道天赐神体很强，拥有逆天战力，但却也没有想到会强到这种地步。明明只是3品武王，但是这看似随意的攻击，却已这般凶猛，连他这位堂堂7品武王也是无力抗拒。我就不信我对付不了你！但是震惊之余，慕容命天也是勃然大怒。怎么说，他也是7品武王，怎么能当着众人之面被一位3品武王逼退？暴怒之余，他掌心一翻，竟然祭奠出自己的王兵。王兵一出，顿时风云变幻，他整个人的气息也是在此刻瞬息暴增。王兵挥动，浩瀚武力便听从号令，宛如滔天巨浪一般汹涌而去。只听的一声，那浩瀚的王级武力便与那狂风暴雪交织在一处，两者相交，顿时轰鸣四起，转化成一道涟漪风暴，在慕容命天的身前爆炸开来。好厉害！此女究竟何方神圣？怎么拥有如此可怕的战力？看着那肆意的涟漪，在场之人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因为先前的多次大战，他们已经见识到了慕容命天的强大。很多人都认为慕容命天已经强到逆天的境界，甚至是东方海域唯一一个有机会成为武帝的人物。但是现在，那淡台雪只是随意一击，便将堂堂7品武王的慕容命天逼得必须使用王兵才能抗衡。这种悬殊的战力根本无需对比。而就在这时，那肆意的涟漪开始消散，慕容命天的身影也是再度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内。此刻的慕容命天衣衫完整，可见他并未受伤。凭借王兵的力量，他成功的挡下了淡台雪的这一击。但是他的脸色可不太好看。不过情绪一番转换之后，那慕容命天竟然哈哈一笑，说道：“不愧是天赐神体，得到上天眷顾的天才，这样强悍的力量，还是老夫有生以来头一次领教，真是自愧不如。”他是故意这样说的，因为身为7品武王，败给3品武王，这当真是非常丢人。可是如果败给的这位不是寻常的3品武王，而是天赐神体的话，那也就说得过去了。毕竟世人都知道，天赐神体乃是受上天眷顾的天才，是掌握天赐神力的人，无论是修武天赋还是自身战力，都远非寻常人可比。什么天赐神体？此女原来是天赐神体吗？这么说来，她刚刚所施展的岂不是传说中的天赐神力？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听闻在我东方海域前段时间出现了冰雪封天的异象，那异象一定就是此女引起。当日的异象我还亲眼见过，说起来那异象与此女先前所施展的手段还真是极为相似。这么说来，她岂不是真正的天赐神体？太强了，这便是真正的天赐神体。只是3品武王的修为，却连7品武王也要避其锋芒吗？果不其然，慕容命天此话一出，顿时让在场之人恍然大悟，一个个看向淡台雪的目光之中是又惊又恐。
变得极其忌惮，因为这蛋台雪与紫菱不同，紫菱体内有恶天丹，天赐神力从小便被束缚，根本就不具备传说中的力量。但是这蛋台雪显然是一个真正的天赐神体，是一个真正得到了上天眷顾的天才。哈哈，真不愧是妖女，现在看来你倒是具备与我谈条件的资本了。这一刻，江七杀突然哈哈一笑，说话之间将目光投向了赵月天道：“师弟，放人。”见状，赵月天则是赶忙掠入缥缈先锋之内。片刻之后，当他再度出现之时，他的身后却跟着一大群人。这时看到这群人后，在场的很多人不由一愣，因为他们认出了赵月天身后的众人。那其中有春武、夏雨、秋竹、冬雪、颜如玉，缥缈先锋的5位弟子，以及缥缈先锋的众多守护者。除了这些缥缈先锋的守护者外，还有苏柔、苏美、张天翼、江无伤等楚风至亲至爱之人。只不过此刻这些人的身上皆是缠绕着结界锁链，并且结界锁链道道相连，虽说身上并无伤痕，但是看着仍是颇为可怜。但是当人们发现蛋台雪所要的人原来是这群人后，他们便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蛋台雪与楚风和缥缈仙姑乃是一伙的，不然他根本没有必要以身犯险。把我师弟放出来吧，江七杀说道。蛋台雪手掌微微握起，那盒子便光芒四射，一道身影也是自那光芒之中浮现而出，而此人正是狂百年。只不过当看到此刻的狂百年之后，无论是江七杀还是赵月天，皆是目光一闪，眼中涌现出浓烈的怒意，因为此刻的狂百年过得可并不好，不仅捆绑着道道结界锁链，身上更是布满血淋淋的伤口，除了血淋淋的伤口，还有道道触目惊心的疤痕，就连他的气息此刻也是虚弱至极，可谓要多惨有多惨。显然这狂百年被蛋台雪囚禁的这段时间是没少受折磨与摧残。师兄，救我！而看到江七杀与赵月天后，狂百年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赶忙高声呼救。可是谁曾想，他话还没说完，蛋台雪却是玉手一挥，一个响亮的大耳光便落在了狂百年的脸上，强大的力道不但将狂百年打得原地转了好几圈，停止之际，嘴巴一张，一口老血也是喷了出来。给我安静点！一巴掌之后，蛋台雪冷冷地呵斥道。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向来脾气暴躁的狂百年在蛋台雪的呵斥之后，不但没有反驳咒骂，竟然真的没有再说话，就如同是饿狼见到猛虎一般，乖巧的简直不正常。可见经过这段时间，蛋台雪在狂百年心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蛋台雪，我操你祖宗！你他娘不守约定，竟敢这般折磨我师弟！这一刻，赵月天勃然大怒，指着蛋台雪便大声咒骂起来。约定？我只是让你们不允许伤害楚风的亲人朋友，我可没说过我不折磨狂百年。蛋台雪冷笑道。好，你个贱人，既然你这么说，那我现在就折磨他们，我要让你知道折磨我师弟的后果。赵月天真的怒了，说话之间掌心一握，一把武力凝聚而成的长鞭便出现在了手中，并且将那冷冽的目光投向了苏柔、苏美等人。你敢动他们一下，信不信我现在就要了你师弟的小命，然后再要了你的小命？蛋台雪异常平静，但是他的话语却杀机毕露。蛋台雪，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无非就是想交换人质，然后好没有后顾之忧的对付我们，是不是？其实这也正合我意。来吧，交换人质，然后让我好好领教一下你这所谓的天赐神体到底有何能耐。突然江七杀开口了，且说话之间对着赵月天摆了摆手。而赵月天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将苏柔、苏美等人放了出来，只不过他并没有将苏柔等人的束缚全部解开。等等，然而就在这时，蛋台雪却是再度开口，指着那红色的坐轿说道：“把紫菱给我放出来。”没问题。江七杀微微一笑，大袖一挥，只听的一声，那坐轿竟然轰成了粉碎。而当那坐轿的碎片飞舞之间，一道倩影也是浮现而出。此人身穿红色长裙，身上挂满金灿灿的饰品，那完美的身段配上这身精致的装扮，非常的美艳。尤其是她那绝美的容颜，更是足以迷倒世人万千。而此人自然就是紫菱。这便是紫菱吗？太美了，简直比亚妃和秋竹还要美。这简直就是我东方海域第一大美女啊！可惜啊，可惜，如此美丽的女子还是天赐神体，但命运却如此忐忑。见到紫菱，许多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眼中涌现出惊叹之色，甚至些许男子更是紧着倒吞口水，有些把持不住。因为紫菱的美貌当真是倾国倾城，天下少有，说其是东方海域第一美女也绝不为过。基本上是个男子看到紫菱都少有不动心的。见到紫菱之后，但台雪也不废话，指着狂百年说道：“滚吧，再落入我手中，定要你狗命！”而这一刻，狂百年也不犹豫，赶忙迈开步伐向江七杀的方向行去。只不过因为他修为被束缚的原因，所以哪怕他奔跑得再快，但实际上却也根本快不起来。都快点走吧，谁走慢了，可别怪我不留活口。江七杀扫视了一眼苏柔、苏美以及缥缈先锋的众人，但最终却目光停留在了紫菱的身上，说道：“我的美人，别怕，我会把你夺回来的。无耻之徒，我楚风哥哥一定不会放过你。”紫菱被齿紧咬，磨得滋滋作响，而那双美眸之中更是散发着浓郁的杀意。哈哈，那个废物，我等着他，到时候我会当着你的面一刀一刀的割下他的肉，让你的楚风哥哥在我面前跪地求饶，然后再宰了他。江七杀哈哈大笑道，笑得异常的疯狂，异常的狰狞。听到江七杀这番话，紫菱更是气得玉拳紧握，一种难以形容的怒意自其绝美的脸蛋之上浮现而出。紫菱妹妹，我们快走吧。而就在这时，苏柔和苏美以及张天翼和江无伤，还有春武、颜如玉等人则是一同跑了过来。这一刻，紫菱才发现
其他人已经在玩命地向淡台雪的方向奔跑而去。为了不拖累大家，紫菱也不再与江七杀废话，而是赶忙向淡台雪的方向跑去。只不过他们与那狂百年一样，因为修为被束缚的缘故，尽管能够踏空而行，但速度却皆是不快。但是说起来，无论是狂百年还是紫菱等人，他们的行走速度倒是相差不多。最终这场人质交换并未发生什么变故。狂百年安然跑到江七杀身边的同时，紫菱等人也是安然地来到了淡台雪身边。到我身后来，他们伤不到你。淡台雪平静的道。而紫菱等人也不怠慢，虽然他们不认识淡台雪，但是这些时日却没少听江七杀提起淡台雪，知道这个叫做淡台雪的女子是来帮助他们的。只不过就在一位缥缈先锋的守护者自淡台雪的身旁经过之际，却是突然对着淡台雪出手，两道光芒闪闪，蕴含着无穷力量的符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落在了淡台雪的身上。这样的变化，哪怕淡台雪也是始料未及，因为对方距离他实在太近了。当他感觉不对之际，那两道符纸已经是落在了他雪白色的长裙之上。符纸落下之后，便急速变换，一道画做到雷霆锁链，将淡台雪捆绑起来；另一个更是干脆，竟然直接在淡台雪的身上不断炸响。刘老头，你做什么？你疯了吗？见到这一幕，春武等人皆是面容大变，春武更是指着那个老头大声的怒骂起来，甚至说话之间便要动手。刘老头，你确定吗？可是谁曾想，就在这时，那老头的面容竟然开始变换，不仅面容变换，就连体型身高也是变换。你竟然是你！这一刻，春武等人本是愤怒的脸上顿时涌现出了惊恐之色，因为此刻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老头已经偷偷的被调包，这根本就不是守护他缥缈先锋的刘老头，而是那将七杀的师弟吴昆仑。一群蠢材，我的伪装手段岂是你们能够看破的？这些日子我早就受够你们了，除了紫菱，你们今日都要死！吴昆仑变换本来面貌，顿时凶相毕露，说话之间便将他那三品武王的威压笼罩而出，竟然就要大开杀戒，要死的是你！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手掌却是猛然探出，直接抓在了那吴昆仑的脑袋之上。是淡台雪。淡台雪此刻浑身是血，斗笠飞落，不仅将他那丑陋的面容展现而出，他的气息也是虚弱到了极致。但是同样的，此刻他的杀意也是浓郁到了极点。不好！这一刻，江七杀也是面容大变，万万也想不到，两道至宝级别的符纸竟然也无法将淡台雪斩杀。眼见不妙，江七杀赶忙身形一纵，便向淡台雪的方向飞掠而去，谁都救不了他。可是还不待江七杀赶至，淡台雪的掌心便寒气萦绕，瞬息将那吴昆仑包裹，竟然直接将那吴昆仑化作了一道冰人，并且在将吴昆仑化作冰人之后，淡台雪又是掌心一震，直接将那冰块震成了粉碎。至此，吴昆仑的气息已是全无，被淡台雪无情的抹杀。敢杀我吴师弟，我要你的命！眼睁睁地看着吴昆仑被杀，江七杀顿时暴怒，一声怒吼，震动四方，掌心一翻，一把火红色的大戟也是出现在了手中。火红色的大戟一现，一股无与伦比的王者威压也是横扫天际，那股威势竟然比七品武王的慕容命天还要凶猛数倍不止。卑鄙的东西，要死的是你！而深遭暗算的淡台雪此刻同样是怒意滔天，他的双眸一闪，竟然化成了雪白之色。与此同时，天昏地暗，一股狂风暴雪也是浮现而出，肆虐之间瞬息覆盖了这方天地。将自己的天赐神力释放而出之后，淡台雪也是身形一纵，与那正面而来的江七杀交站在了一处。这一刻，方圆数千里的天际都是漆黑一片，能够看到的唯有那惨白色的狂风暴雪，还有道道血红色的凶猛光刃，二者交织在一处，不断激荡出恐怖的能量涟漪，连虚空都是被震成了粉碎，下方的海水更是翻腾滚滚，仿佛天已塌，得已现，这方天地都要被二人毁灭一般，太可怕了！这便是五之圣土的顶级天才，这才是真正毁天灭地的实力。看着这样的战斗，所有人都是背脊发寒，汗毛直立，彻底被惊呆了，因为他们是如此近距离的感受到了二者的强大实力。以他二人的实力，若是真的放开来斗，恐怕这方圆数千里内将没有一人能够存活，都将被他二人所释放出的余波所硬生生的碾压致死。可是他二人却能够再斗的你死我活，威势惊动天地的情况下，不伤及在场的任何人，这更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实力掌握的收放自如，已经将各自的力量掌握到了极致。风雪咆哮，震天地，光刃飞转，斩乾坤。淡台雪与江七杀皆是天纵之姿，与东方海域的天才相比，他们简直如同神邸一般，强大到了人们不敢想象的地步。二者你来我往，战况愈演愈烈，能够看到的只有那咆哮的狂风暴雪，凶猛的火红光刃，根本看不到二人的身影。但是哪怕无法看到二人催动武技，挥动王兵，施展手段的威武雄姿，人们依然是内心澎湃，又激动又惶恐。激动是因为见识到了顶级天才的交锋，惶恐是面对如此强大之人而衍生的心情。不得不说，淡台雪和江七杀用他们的强大实力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哪怕慕容命天也是不得不承认，他的确不如这两个妖孽一般的年轻人。但是两虎相争，终有一败；二龙相斗，终有一胜。这淡台雪与江七杀也同样不例外。突然一声惨叫响起，一道身影也是自那凶猛的战圈飞掠而出。与此同时，而那惊天动地的能量涟漪也是瞬息而至，是淡台雪。此刻的淡台雪不仅浑身是血，口中也正在喷涌着大片的鲜血，并且他的气息比之先前更是虚弱了数倍，甚至就连他的身体都
都在剧烈颤抖，虽然还能御空而立，但是却已危在旦夕，大有不支之势。而这一刻，江七杀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此刻不仅手握火红色大戟，他的周身更是萦绕着火红色的气焰，那气焰不断升腾，比火焰还要凶猛。但是此刻他身上最可怕的，却并非是那肉眼可见的火红色气焰，而是那无形之中的杀气。蛋台雪，你给我内命来！江七杀双眼血红，宛如魔鬼，舞动着火红色的大戟，便向蛋台雪飞掠而来。见状，蛋台雪身形欲动，本想闪躲，可是奈何不但未能如愿闪开，反而又是一口鲜血喷洒了出来。此刻的他已是无力再战，但是哪怕蛋台雪已是这般，江七杀却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之心。他还未靠近，那手中的火红色大戟已是夹带着万钧之力挥砍而下。他这是准备从头到尾将蛋台雪劈成2半。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蛋台雪已是必死无疑之际，蛋台雪前方的虚空竟然微微蠕动，紧随其后，只听撕拉一声，那虚空竟然撕裂开来。与此同时，一把乌黑色的大剑竟自那虚空爆射而出。那乌黑色的大剑出现之后，直接横在了蛋台雪的上方，与江七杀那火红色的大戟交织在了一处，两者相交，顿时火花四溅，轰鸣震荡。与此同时，那江七杀竟然手腕一抖，身体一动，向飞倒飞而去。他竟然被这股威力给震退了。那是什么？对于这样一幕，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已经见识过了江七杀的强大。可是眼下，那自虚空出现的乌黑色大剑竟然将如此凶猛的江七杀震退，这怎能叫人不吃惊？那把剑莫非是……而相比于他人，慕容命天则是剑眉倒数，一种不安由心而生，因为那把乌黑色的大剑，他看着是如此的熟悉。是谁？这一刻，江七杀也是眉头微皱，厉声呵斥道：“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那虚空再度碎裂。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缓缓踏出，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此人长发披肩，手握大剑，虽然长相谈不上多么英俊无比，但是眉宇之间却散发着一抹英气，并且身上缠绕着道道光华，宛如神邸一般，很是耀眼。但最主要的是，这位面容尚且稚嫩的年轻人，竟然散发着四平武王的气息。楚风，竟然是楚风！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面容大变，因为他们都已认出了此人是谁。这位便是名震东方海域，被誉为东方海域第一天才的楚风。但是众人之所以如此吃惊，那不仅仅是因为楚风敢出现在此处，也不仅仅是因为楚风此刻散发着四平武王的气息，最多的是因为刚刚将江七杀击退的显然就是楚风。怎么回事？楚风不是武君吗？怎么突然成为了武王，并且还是四平武王？发生了什么？楚风的实力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并且他手中的那把兵器怎么这么眼熟？那似乎是残夜魔宗的正宗至宝，魔宗之主曾经的王兵风魔剑。风魔剑，没错，那的确是风魔剑。楚风竟然拿到了风魔剑，他竟然拿到了这把王兵之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群之中惊呼不断，但更多的却是慌乱与惊恐。楚风哥哥见到楚风，紫菱等人皆是大喜，赶忙跑到了楚风的身边。见到紫菱他们安然无恙，楚风也是安心下来，但是他却没有时间与紫菱他们交谈，而是赶忙将掌心放在了蛋台雪的额头之上。那掌心刚刚接触到蛋台雪，顿时一声刺耳的鸣叫响起。与此同时，能够清晰的看见楚风的身体竟然浮现出红色的气体，那气体正在源源不断的自楚风体内涌入蛋台雪的身体之中。最为神奇的是，在那红色气体的灌输下，蛋台雪的伤口竟然开始愈合，就连气息也是开始好转。而能够拥有如此神奇的疗伤效果，那是因为这并非是寻常的治疗手段，而是一种秘籍，正是朱雀复活术。竟然是秘籍，看来我倒是小瞧了你，你的这份修为不属于你，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手段夺来的吧？江七杀冷冷地说道。然而楚风却根本不理会江七杀，而是一直为蛋台雪疗伤，直到蛋台雪的从希望危急中挽救回来后，楚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谢谢你在朱雀复活术的治疗下，蛋台雪的确保了性命。只不过他说出这句话后，便双眼一闭，昏迷了过去。紫菱，你们照顾好他。楚风将虚弱的蛋台雪托付给了紫菱他们。楚风哥哥，女儿看着那面色平静，但实则怒火翻涌的楚风，紫菱等人却有些不放心。了解楚风的他们知道，楚风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放心，我不会乱来的。楚风微微一笑，说话之间便站起身来，将那杀意萦绕、怒火奔腾的目光扫向了在场之人，淡淡的说道：“我只是想要终结这场战争，终结这场战争。你可真敢说啊！就凭你一个人，真觉得能够胜过我们？”这一刻，慕容命天冷笑一声。虽说楚风是四平武王，但凡是有些阅历之人，便能够看出楚风是通过特殊手段获得的这种修为。尤其是在缥缈先锋修炼的慕容命天，他更为清楚楚风是如何获得现在这个修为的。但是哪怕楚风是四平武王，他也并不惧怕，因为他可不觉得同为四平武王的楚风能够是江七杀的对手。又何况如今楚风只有一人，而他们可是有着数千万大军。慕容命天若是觉得我只是独自一人，那么你可就真是大错特错了。楚风微微一笑，随后远处的天际便再度隆隆颤动起来。很快的，千万道身穿黑色长袍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且最终来到了这座战场之内。而这些人自然便是残夜魔宗的大军，不仅有残夜魔宗的大军，秋水伏烟和太寇也是在这大军之中。残夜魔宗的成员竟然真的集结了起来，他们真的来攻打此处了。见到这一幕，在场的许多人皆是大感吃惊，因为残夜魔宗是何物，在场之人没有人不清楚。所以尽管此刻残夜魔宗出现的阵容战力上来讲
与先前的神秘大军一模一样，但是威慑力却完全不同。尤其是秋残风、傅连生、血喜月、幽明灯这4位残夜魔宗的4大护法，哪一位不是东方海域响当当的大魔头？至于金、木、水、火、土5位行王，同样也不是简单的角色。可以说，此刻残夜魔宗出现的阵容，除了魔宗之主已然不在外，基本形同于残夜魔宗最巅峰的阵容，至少真正的大人物全部到场了，拜见宗主大人。然而就在这时，更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残夜魔宗足1000万大军，包括4大护法在内，齐刷刷的半跪在地，对着楚风师以叩拜大礼。什么？宗主？楚风竟然是残夜魔宗的宗主！见到这一幕，那本就吃惊的众人，一个个更是瞠目结舌，震惊不已。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风竟然已经成为了残夜魔宗的宗主。但是转念一想，楚风手中的封魔剑本就是残夜魔宗至宝，再加上楚风天赋逆天，如今修为又是大涨，倒也的确具备成为魔宗之主的资格。看来先前催动大阵的就是你们这群家伙。虽说在我眼中不过是一群虾兵蟹将，但是为了一个楚风，你们就甘愿前来送死，这还真是有些出乎我的意外。慕容命天一声冷笑，不管残夜魔宗在他人眼中如何，但是在他的眼中却是一群可以独自抹杀的废物。人数不过是浮云，看不起我残夜魔宗的人，若是你与江七杀不出手，你觉得你诛仙群岛会是我残夜魔宗的对手？楚风冷声质问道。听得此话，许多人都是心中打鼓。虽说诛仙群岛高手如云，但是残夜魔宗的阵容却也绝对不弱，并且众所周知，残夜魔宗乃是东方海域曾经的霸主。尽管瓦解多年，但是残夜魔宗留下的神话却让人觉得他们强得可怕。若是没有了慕容命天这位7品武王的老妖怪插手，或说诛仙群岛单独迎战，哪怕3大妖族一同出手，也未必能够胜过残夜魔宗。真是笑话！你还真以为你残夜魔宗天下无敌？就算我不出手，你残夜魔宗也不是我诛仙群岛和3大妖族的对手。慕容命天冷然一笑，他并未惧怕。先不说他们是4大势力联手，阵容上占据优势，人数上更是占据了巨大的优势。那既然如此，不妨就让你见识一下，究竟是你们的这联盟大军强，还是我残夜魔宗的高手强？楚风说话之间，那握着封魔剑的掌心突然光芒一闪，一层无形的波动便自封魔剑席卷而出。而当那波动席卷而过之后，残夜魔宗1000万大军的气息竟然在此刻急速攀升。虽然修为仍停留在原来的层次，但是那种感觉与之先前却完全不同。残夜魔宗的攻杀阵，见到这一幕，慕容命天则是眉头微皱，因为他可是知道残夜魔宗掌握的一种提升所有人战力的手段，那便是攻杀阵。可是残夜魔宗的攻杀阵是一种很复杂的阵法，唯有残夜魔宗的领地才会拥有这种阵法。眼下这里可是他诛仙群岛的地盘，怎么可能会有攻杀阵？并且从残夜魔宗众人提升的战力也可以看出，这座攻杀阵的力量可谓极强。难道说是那封魔剑？这小子竟在他的身上布置了攻杀阵？慕容命天仔细思索，可是当他想到这种可能后，哪怕是他也是不由暗自吃惊。残夜魔宗的弟兄听令，今日我要屠灭诛仙群岛与3大妖族，不管是谁，挡我者死。而就在这时，楚风手中的封魔剑突然下落，指向了诛仙群岛的大军，杀！而楚风此话一出，残夜魔宗的众人就如同觉醒的恶魔一般，一个个杀气纵横，施展出各种凶残的手段，向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大军杀了过去。杀！至于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大军，自然也不会胆怯，怒吼连连之间，便与残夜魔宗的大军交战在了一处。数千万大军交战一处，顿时轰鸣四起，涟漪丛生，那种威势当真是惊天动地，异常骇人。因为这一次可不仅仅是1000万大军在交战，更是数千万道真实的生命在交战，每一道身影的陨落都代表着一条生命的葬送。但是两军交战必有一胜，虽然双方阵容相差不多，甚至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在人数上还占据了绝对优势，可是当他们真正交战在一起之后，优劣却是马上产生，竟然是残夜魔宗的大军凭借绝对的战力和完美的配合，以少胜多，占据了优势。